久未露面的王一博这次亮相长空之王首映礼，神采奕奕，侃侃而谈，更在现场收到了来自小朋友画的书课，又暖又帅的回应了一句收到，把试飞员雷雨的那股军人质带入了进来。王一博这次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在观影结束的采访中，不善言辞的他却被这次饰演的试飞员深深感动，分享了不少拍摄过程中真实的幕后故事。王一博对于试飞员的崇敬之情，通过试飞员雷雨足够见得他是非常敬佩的。在现场，他说道，试飞员是一份值得尊敬人。其中有个故事是，他们前一天晚上还在桌上跟试飞员聊天，隔天他就驾驶着战机从跑道上一飞冲天，感觉得到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够拥有如今的安稳。空军试飞员保家卫国的担当跟责任让人动容，还有讲述了飞机升空后在天空中撕裂的声音，成为了他此生都不会忘的声音，他能够深刻的感受这份震撼。说实话，王一博出现的时候就引来了不少现场人的尖叫，好多人说王一博一身戎装，精神状态很不错，给人直观的感受就是人貌似消瘦了不少，确实看起来瘦了，距离上次微博之夜过去1个多月了，再次出现看起来真的瘦了，毕竟一直忙着在剧组拍戏，基本上无休状态，每天工作量都长达10几个小时，人不瘦才怪呢。出席这次首映礼更是马不停蹄的从上海连夜赶回北京的，要不是正在拍摄的戏接近杀青，估计我们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他的亮相。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首映礼还有一个特殊部分，他们可能不能通过大荧幕观看，只能通过声音来传递。他们在讲述自己对于大飞机的描述过程中，王一博听着泪目了，这孩子的共情度挺强，很敏感。除此之外，听女退役军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同样也感动了，也泪目了，因为自己体验过，知道其中试飞员的艰辛跟不易，还有平衡家庭的艰难选择，才会触及到泪点。在观影结束后的采访中，有一位小朋友说，这次来自己画了一幅画，是开飞机的书课，想送给试飞员，随后上台送给了王一博。王一博在接到画后，很暖心的说了一句话，谢谢。小朋友对着王一博说加油。王一博用雷雨的方式回应了这个小朋友，说道，不知道为何突然想笑，就是觉得王一博没有了，曾经那份酷盖的酷了，人也暖了，反而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说到首映礼的现场，各路媒体朋友还有不少参与的观众都纷纷上线分享观影之后的感想，看下来那就是场面宏大，故事情节拉满，笑点、泪点、震撼点，是一部诚意之作，国之重器，幕后英雄的题材，作为商业片，老少皆宜的作品，自然需要更多人观看，才能引发全面关注。截止目前，预售5天突破了6000万，这个数字还在飙升，等待上映后必然不俗，期待能够大爆，感受祖国航空的实力跟自信。长空之王首映礼，王一博、胡军等人现身，同大家一起观影，并分享了拍摄过程的感受跟幕后花絮。这次王一博连夜从上海赶到了北京，真可谓是忙碌又辛苦。不过看到首映礼的王一博，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个人精神奕奕。这次亮相首映礼，作为主演的他，在谈及拍摄的感受时，滔滔不绝，很真诚地表达了对于剧中试飞员的那份崇敬，还有看到我们祖国战机的那份自豪感。这次观影后的采访，也是我们久违露面后的再度相见，经过2个多月后再次亮相，王一博面对镜头，反而没有了之前的那份紧张，整个人看起来自信了很多。这次他饰演的是航空军试飞员的角色，自然需要有淡定的气场，从容不迫，冷静严肃。这次亮相，他们主创人员集体穿着剧中试飞员的服饰，一身戎装，神采飞扬。在分享饰演试飞员的感想时，王一博坦言，战斗机发动的声音会一直留在耳朵里，永葆这份骄傲。他谈及了不少的幕后故事，很多人其实都同王一博一样，沉浸在影片中。不少人说，故事情节充满了太多的泪点，深深的被感动，情感满分，硬知识满分。整个首映礼观影结束后，现场多次鼓掌。这部影片真的值得大众走进电影院，去感受这份来自于国之重器艰难发展史，感受幕后试飞员的无畏牺牲精神。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航空领域如今的自信。致敬中国试飞员，致敬中国空军。这次王一博现身分享，多次度眼含泪光，他饰演的角色让我们感动，实际也感动了他自己。
他是幸运且自豪的，能够饰演这样一个英雄的人物，是多少做梦都不能触及的。这场观影中有一部特殊观众，他们只能通过耳朵的方式来看电影，这也是为何王一博在谈及感受时说到了这句话：飞机撕裂天空的声音，这辈子都会留在自己的耳朵里，很自豪，很骄傲，内心柔软细腻。这样的王一博真的好真诚，态度更是谦逊。这就是电影的意义，这就是好作品带来的价值，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心潮澎湃的自豪感，增强我们自己的自信力，让我们深刻体会来自于祖国给予的安全感。王一博这次的状态非常不错，精气神很足，完全看不出舟车劳顿的疲惫感，反而整个人看起来很有活力。经历过之前的风波，估计这次王一博吸取了教训，回答问题态度很谦逊，整个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真诚。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物角色更为直接，值得敬畏。久违露面，现场也到了不少我们熟悉的面孔。大鹏这次居然参与了首映礼观影，并且回应了观后感，除了笑还有感动，现场不少大男人都被感动到泪目。飞机驰骋长空的震撼，引发了多次不自觉的鼓掌。首映后也陆续有口碑点评发出，长空之王口碑确实炸裂，看过的都是这种感觉。王一博分享了自己在片场看到试飞人起飞战机时的感受，他说英雄就在身边，他永远也忘不了战机发动机的轰鸣声，那撕裂苍穹的声音会永远刻在他的脑海里。从目前传出来的长空之王首映和路演的口碑来看，长空之王无疑是今年五一档最值得期待的电影，并且是真正的适合全家老中青小四代人欣赏的优秀剧作。电影将于4月28日全球7国同步上映，马来西亚定档5月11日。万分期待电影正式上映的那天，期待长空之王给更多的人带来欢笑、自豪和感动。在现场，飞机撕裂天空的声音让王一博深感自豪与骄傲，这一份情感和兴奋也感染了现场的观众。不仅如此，现场还有一位小朋友送了王一博一幅画，上面写着我想送给开飞机的舒克。王一博与雷雨也回应收到，这一幕让现场气氛更加感人。长空之王首映口碑好评拉满，有观众称全程震撼，老少皆宜，太好哭了。这个被誉为中国 Top Gun 的电影，讲述了一群空中飞人的故事，将开创新时代的空中激战故事全新呈现。作为主演之一的王一博，不仅武艺超群，演技出彩，还向观众传递了一种对于探索和突破的精神。本片作为王一博主演的首部电影作品，也必将留下难忘的回忆。当时王一博正在拍摄测试战机装备的戏份，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打滑翻倒，视频中可见车辆失控，连续腾空翻滚数圈，王一博被困在车内。当导演和工作人员赶到将他救出时，他轻松乐观地表示没事。当导演问到身体还行吗？王一博回答我想再来一条。王一博敬业的精神受到网友称赞，这个确实有些危险了。演员的态度值得肯定，有苦不轻言的坚韧少年，不服输，不怕失败，勇敢向前的热血少年。长空之王由刘晓世执导，王一博饰演的雷雨等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正式成为了我国新一代试飞员。他们在队长张挺胡军饰演的带领下，参与到尖端新式战斗机的试飞工作中，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成长。好，在哪里？我们把话筒来，工作人员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哪位朋友？好，好的，来。那个我看的时候吧，整个就是非常的感动又非常的燃，然后就是大哭好几次，然后小哭不断，然后中间的笑点也非常的足，然后和就是整场的氛围都非常好，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又感动又燃。我感觉我就是今天回去了之后，整个梦里都可能还会是大飞机，就是还有咱就是试飞小队的帅哥们。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各位主创在拍摄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和经历呢？好，那我们依次的可以来分享一下。一博先来分享一下难忘的事情跟经历。让我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是，在我们前一天晚上在跟试飞员，在吃饭了解他们的一些试飞故事的时候，第二天有一位就是在聊天的一位试飞员就要在我们面前在跑道上起飞了。
就那一刻会让我觉得，好像英雄就在我身边一样。昨天我们还在聊天吃饭，第二天他就坐在G20，然后从我们的面前划过，然后我们还就是互相就是敬了礼。这一刻非常非常的燃，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英雄就是在我们身边。对，好，谢谢一博。于是也来分享一下。其实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当一个人看见一架我国自己研发的隐身战机在眼前那个场景，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真的整个人的毛孔都张开了，真的发自内心的感到自豪。而且就是说对不起啊，我借用您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外国字儿没有，就真的是非常的骄傲。对，我们终于有自己的隐身战机了，再也不会被别人欺负了。谢谢，这个我觉得是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哈。来，你的，我比较难忘的就是听那个讲座吧，因为其实可能之前自己的才学也有限吧，对这些知识什么的也没有那么的广涉范面，然后听了一些讲座，包括自己去了解这个职业之后，觉得确实是一个让自己很敬佩的，包括我们幕后去那个试飞的那个。我们去敬礼，去献花，然后那一刻就自己是真实的感受到很荣幸能够以演员的身份向大家去传递一些这样的力量，包括这样的幕后英雄们，所以我觉得是很感动也很荣幸的。好的，谢谢玉佳。自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要分享，我就是很荣幸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健身教练。好吧，就是大家都有要求对自己，首先是，然后包括一博也每天会说，今天练什么，走啊。所以说很开心，谢谢，谢谢。来，刘鑫。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一个感受吧，就是我第一次到试飞院看到了我们这个机坪上停着我们国家各种各样的飞机，琳琅满目，我的那种自豪感。我们当时整个小队看到那些飞机的时候，同时发出了一声哇，然后这个持续是一直在持续，感觉用手不托住下巴，下巴就要掉到地上一样的。我特别想问现场观众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大荧幕上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的时候，自豪吗？自豪。我们跟你们一样，谢谢。谢谢卢鑫。最后胡军老师也来分享。我想分享2件事啊。第一件事呢，当我第一次在摸歼20的皮肤的时候，细腻的嘞，真的真的用言语无法表达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突然有起飞任务，所有人拍什么拍？记者还开着呢，全都站起来跑到那儿，整个去观看整个那个，我们看过运20的起飞，看过歼20的起飞，看过歼16的起飞，看过歼10C 的起飞，哇，每次起飞那种感觉真的，你看我现在说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鸡皮疙瘩真的那种也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这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这2件事。谢谢胡军老师的分享。可能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有各位主创这样的经历，但是其实电影当中给我们表现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准确和震撼了，让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感觉。确实时间可能比较的有限，不得不跟我们豆瓣的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在这边呢，还是要希望我们豆瓣。大家好，感谢豆瓣的好朋友们，我是《长虹之王》的导演刘晓诗，感谢大家喜欢这部电影，谢谢。谢谢，欢迎导演。来，一博给大家问个好。大家好，谢谢大家观看《长空之王》，我是试飞员雷雨的扮演者王一博。欢迎一博。于是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试飞员邓峰的扮演者于是，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好，我是试飞员夏鹏飞的扮演者翟宇佳。大家好，我是试飞员同感的扮演者王子晨。欢迎子晨。
豆瓣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航的扮演者卢鑫。那几分钟的时间，这个厅400多位观众给予了我们电影3。在我们前一天晚上在跟试飞员在吃饭了解他们的一些试飞故事的时候，第二天有一位就是在聊天的一位试飞员就要在我们面前在跑道上起飞了，就是那一刻会让我觉得好像英雄就在我身边一样。昨天我们还在聊天吃饭，第二天他就坐在G20，然后从我们的面前划过，然后我们还就是互相就是敬了礼。这一刻非常非常的燃，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英雄就是在我们身边。对，好，谢谢一博。事情是在我们前一天晚上在跟试飞员在吃饭了解他们的一些试飞故事的时候，第二天有一位就是在聊天的一位试飞员就要在我们面前在跑道上起飞了，就是那一刻会让我觉得好像英雄就在我身边一样。昨天我们还在聊天吃饭，第二天他就坐在G20，然后从我们的面前划过，然后我们还就是互相就是敬了礼。这一刻非常非常的燃，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英雄就是在我们身边。对，好，谢谢一博。于是也来分享一下。喜欢这部电影，谢谢。谢谢，欢迎导演一博也来打我们。大家好，谢谢大家观看《长空之王》，我是试飞员雷雨的扮演者王一博。一博，于是当时整个小队看到那些飞机的时候，同时发出了一声哇，然后这个持续是一直在持续，感觉用手不托住下巴，下巴就要掉地上一样的。我特别想问现场观众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大荧幕上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的时候，自豪吗？自豪。我们跟你们一样，谢谢。谢谢刘鑫。最后胡军老师也来分享。好，好的，谢谢各位主创。在这里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电影呢是4月28号下周五正式公映，拜托各位看完喜欢。军哥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啊，大鹏，谢谢啊。